你还说不会武功？叶少侠，老朽可真的不会武功，能躲，能跑，还能什么呢？果然，般若心中落。我还会困。师傅，叶少侠，还是与老朽同行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魔仙剑走的毕竟是魔道，从前叶少侠心中坚定，故而无妨。可如今少侠心有所求，却苦而不得，所以心境自然就不稳了。心境不稳，屏障破碎，魔念便会侵蚀入体，也就有了如此结果。这就是老朽为何执意要与叶少侠同行。只需2年，2年过后，叶少侠的心境稳固了，便不怕魔功反噬了。为何帮我？我们修行中人，不是要讲究同舟共济吗？我见到叶少侠，而叶少侠又正巧有难，便就帮了，又要什么理由呢？实不相瞒，叶某此行没有目的，更不知要去往何处。我原本以为我能带他逃离天启，我们一同回男爵。我在那儿有一间草庐，四周有竹，有山，有水。我们一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姑苏城外有座山，那里正适合我们这样的隐士修行。我此番前来，便是要往那里去。姑苏城是座好城，山也是座好山。既然叶少侠不知前往何处，不如就随老朽一起到那里去吧。那里离天启城很远，没有人会打搅你。只需要2年，对吗？最多2年。2年之后，我的魔仙剑便不会再反噬。不但不会反噬，还能更进一个境界。好。师傅，原来你真的很厉害呀，居然能凭空变出一口大钟来。那师傅，你能凭空变出一根糖葫芦吗？不能。妹妹，
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回来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听他们说了，你打算放弃复国之事。你骗了我，背叛了我们。妹妹，姐姐，你好无情！你难道已经忘记母后的死了吗？我没有。正是因为我见过了母后的死，经历过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，我才不希望这种事情再降临到别人身上。战争，那需要无数无辜的生命去填补。故国已不复，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一个新的家园？你不过就是喜欢上百里东君，你就是为了一己之私，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了百里东君，但这与我的决定无关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在你心里，儿女私情这种缥缈的感情，也值得用生死去托付吗？月瑶，别说笑话了。于他而言，你就是个骗子。就是个有着国仇家恨的仇人。我们的感情当然值得用生死去托付。妹妹，那是因为你还不曾遇到。就算是生死托付又如何？最后还不是无能为力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百里东君帮他的好朋友叶鼎之抢亲权，不过最后失败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他是已经死了。东君，要是有个人能来陪我就好了。要不我先去捣鼓一下师傅给我留的那把钱。怎么，这就耐不住了？听你的声音，似乎刚睡醒的样子。世子爷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就好奇，这次你一声不吭，乖乖领了罚，在这里待着，是开窍了，还是想和我斗气？现在看，都不是。你是想找个地方来偷懒？谁偷懒了？我这又练琴又练剑的，有本事你进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谁要跟你比划呀？我来这里是要问你，为何进你的族？你想清楚了吗？
因为我是为我的朋友抢亲，而我抢亲的对象就是天启城里的王爷。我姓百里，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，我身后还站着整个镇西侯府。放屁！我看你跟李先生学的都学到狗肚子里了。云儿是你儿时的挚友，是你长大后生死之交的兄弟，你帮兄弟抢亲，这件事本没有错。就算如你所说，会连累镇西侯府，你依然也没有错。如果我们行在世间，只为了功利虚名而蝇营狗苟，那还算得了什么好汉？你错的只是你自不量力。自不量力，就是你做了自己还做不到的事情，却承担不了失败的后果。不过你倒也不愧是我的种，你老子年轻的时候也抢过亲。当年我要娶你母亲，但你外公不同意，因为已经将你的母亲许配给岭南许家的长公子。于是他们成婚那天，我便去抢了亲。当时你爷爷也不支持我，你爷爷有千军万马，却任由我一人一剑去抢的亲。但没关系，从许家的长公子到许家的掌门，到许家的供奉，一一倒在了我的剑下。我能够带走你的母亲，除了两情相悦，还因为我有这个实力。而你有实力吗？这才是我关你在这里禁足的真正原因。你也知道，如今的泰安帝已不是当年和你爷爷与叶羽将军同生共死的兄弟了。曾经的义气，哪能抵得过被权力冷硬的心？所以你爷爷一直不希望你掺和进这复杂的事情中去。但你既然自己选择进入，那就要做好准备。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你随时可以离开这里，只不过如何？告诉门外这些士兵，你准备好了。只有一次机会。我可不是什么闲人，没时间经常跑到这里找你聊天。反正你记好了，若想提前出去，就让人给我带话。我很期望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能让我看到你真正的能力。世子爷，臭小子，不要再这么叫我，我是你爹。百里争锋，你个臭小子你！老爹，多谢你。多谢你能和我说出这番话。行了，你个臭小子，好好练功吧你。嘿，嘴硬。来看你喜欢哪个？好，这个好看是吧？去买这个。哎，叶大哥，你等等我呀！叶大哥，你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做我的哥哥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师傅了。叶大哥，叶大哥。王佑前辈，您久居暮云山，纵观天启城，我想问您一件事情，不知您是否知道？你是想问你同伴们如今的去处？是。当日我原本想回琅琊王，
奈何心中咽不下这口气，便没有开口。后来想在路上打探，却发现我去抢亲这事儿没有传出半点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般。你的几位朋友，洛清扬被影宗带走关了起来。不过他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皇上钦点的未来护卫。等风头过去了，一宗主应当会把他放出来，只是或许会给他定下某些协议。百里东军则是被他父亲百里成风带回了黔东城禁足，司空长风也一同被带去了。不过目前，司空长风已经离开了黔东城，正在四处磨砺。我以为你最多只知道他们在天启城中的结果，没想到您连他们之后的踪迹也了解得这么清楚。哼，是树上鸟儿告诉我的。真的，我师父能跟鸟儿说话。不对，不仅是鸟儿，山禽走兽。虫鱼花草，我师傅都能坐在那和他们说一下午呢。那是你师傅骗你呢。你师傅在骗你呢。我师傅从来不说假话，除了每次说给我买糖葫芦是骗人的以外，其他都是认真的。说我们在天启城中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都能被全然压下，那是不是文君的也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我已经来过，更不知道我甚至已经达到了锦玉王府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师父真的能和鸟儿说话。安静点儿！啊，师父，叶大哥又开始了，他为什么总是突然这么凶啊？因为他以后要做的事啊，可能会有通天之祸，他不想祸及身边之人，只能把人推远了。还是听不懂，叶大哥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一念成魔呀！你也又开始了。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走到啊？我都走累了。不出3日，应该就能到了。不过你累什么累啊？没走几个时辰你就睡一觉，我看啊，一点也不累。好吧，那就算我勉强不累好了。谢谢师傅陪我。不是师傅，是叶少侠。叶大哥，哎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嘿，嘿，且看，叶大哥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刀子嘴豆腐心。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？因为他无牵挂呀。小姐，齐轩，齐轩是你吗？是我。齐轩，我听青儿说，百里东军此次去天启，因帮叶鼎之抢亲失败而下落不明，可有此事？小姐知晓的倒是很快，没错，几个年轻人想在王爷大婚之日抢走王妃，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。他还好吗？看来，小姐确实是动了情。放心吧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已经回到了黔东城，被他的父亲百里成风关了禁闭。齐轩，
多谢你。齐轩，你等我片刻。小姐，可以吗？小姐说的每一句话，对我而言，都是务必执行的命令，无需问可以，或是不可以。齐轩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你做的足够隐蔽，但是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你瞒得了别人，瞒得过我吗？你要拦我？吴相师有令，让小姐禁足3年，静思己过。如果你们现在回去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吴相使，齐轩，子雨姬，你效忠的到底是岳氏，还是吴相？小姐，请您回屋，静思己过。小姐，快走！齐轩，可你走。我从未想过，有一日，你拔剑指向我。我亦从未想过，有一日，我会拔剑指向你。现在把剑放下，随我一同把小姐带回来。此事便能当没发生过。雨姬，你我自小一同长大，你知道的。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雨姬，放了小姐，把我抓给吴相使，所有的罪责由我承担。滚！齐轩，你说的对。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我当然知道你是不会背叛小姐的。那难道你觉得我会背叛你吗？小姐也是我的小姐，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小姐，该走了，再等下去就白白辜负了白发仙大人。小姐，
小姐，是白发仙大人。小姐，启轩，小姐，快走吧。你不与我们同去吗？不去了。可是，你帮了我，已经不能再留在天外天了。江湖之大，何处皆为家。小姐不必为我担忧，快走吧。启轩，走吧。珍重。珍重。进。子羽姬放走了小姐，前来向尊师领罚。你可知，你要领的是什么法？我知。南爵传来消息，我们那边的据点出了点小问题，你去解决一下吧。子羽姬，领命。尊师，男爵那个据点不是都打算放弃了吗？那边都是对手的埋伏。此后我们再派人过去，无异于自取灭亡啊！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就让他作为一位弃子去死吧。往右，前辈。前辈，请。叶少侠，前辈，我去城里找下客栈便好了。叶少侠难道2年都要住在这客栈之中？那片农田是谁的？归我们山门所有。可否？叶少侠，请便。那我就在这个农田边揭路而去了。何必这么麻烦？我见别人太多，自己又什么也没拿回来，不想继续欠了。
给你带了一根糖葫芦，我好不容易求师傅买的。师傅摸头买的时候，他可心疼了。给，我不爱吃，你留着吃吧。你真不吃啊？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嘿，哦，对了，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师傅说，他毕竟不能时时陪在叶少侠身边。哦，还有一门本家剑法，长久习练能帮叶大哥修补心念。嘿嘿，他让我来教你。哦。嘿，可看清了？一招不落。这么厉害？难道叶大哥剑术很高？想看？我把这些叶子往天上一丢，你能都打中这些飞叶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来啦！糖葫芦。啊！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；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燕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2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2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五爷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
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我顾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化洞，万斩秋露白衣醉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细看，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，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你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的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
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东归，不错。东归，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。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朱鱼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
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侄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大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嗅一嗅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要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石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
必须强。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长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，女人。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细啊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街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，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。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
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你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，这墙外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，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，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只是人世中的凶徒，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。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。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了，吓死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
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传风，你小心。之辈，报上名来！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武将，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，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名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
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寻我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京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，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。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学正。
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卓墨多言雷梦莎？